确定模范老公出轨那天，陪他在新书发布会接受采访。主持人以书名《结婚10年，此生唯爱冉熙》为引，问他如何确认此生只钟爱一人。毕竟身世显赫的学术界顶流，面临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诱惑和挑战。老公淡然一笑，因为我身体的欲望和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是冉熙。掌声如同海浪，一波高过一波。我却在喧嚣中听到老公的心声：冉熙很传统，不如秦曼会伺候人。今晚和秦曼在画室试试。我当场就订了1周后出国的机票。怎么我走后，他却像疯了一样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坐在嘉宾席，看着我老公许行之不停签字拍照，突然想起这不是他第一次为我写书。结婚3周年时，他出版了一本诗集，上面全是对我的情话。他说要让全世界知道许行之爱惨了季冉熙，我也因此成了全网瞩目的许太太。这本新书依旧是为我而写，首印10万册，全部售空。可惜这位将自己的爱昭告天下的模范先生，今晚要去跟别人苟且，选的还是我美术馆的画室。想到这，我便心率过快，兀自离开回家服药缓解。药物带有一丝助眠成分，没几分钟便窝在沙发上昏睡，直到许行之将我抱起来。怎么睡在这了？冉熙不乖，要是生病了我会担心的。语气带着明显的担忧，却不是埋怨。黑暗里，许行之抱着我缓步走着，将我放到床上时，在额间落下亲吻。就那一瞬，一丝丝不易察觉的不属于我的香水味窜入鼻腔，令我浑身汗毛立起。趁他洗澡，我调出美术馆的监控查看，他还是去了，和他的秘密情人相会在我美术馆的画室。交缠的男女忘情地发泄着，谁都没发现画室墙角的监控。冉熙，刚才是什么声音？许行之突然出现，我被吓了一跳，随后低头掩饰自己的狼狈。没什么，有些画展的事情要处理。他似是松了一口气，拿了睡衣又往回走。太晚了，别玩了，我马上就好，一会我哄你睡。我嗯了一声，随即锁屏。等他走开，才保存了视频，却又听到许行之的心声。刚刚好像听到了小妖精的声音。冉熙没发现吧？不会的，我做事一向谨慎。我微愣，心口处像堵了一块大石头，怎么都顺不了气。我和徐行之相识13年，相爱10年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永远那样彬彬有礼，对异性更是有很强的分寸感，从不跟异性单独出差邀约，也绝不会接受其他异性的示好。曾有异性同事当面表示对他的仰慕，许行之婉拒：“我和妻子情比金坚，请自重。”遇到深夜和异性同路而行时，他直接打开和我视频，并说妻子独自在家怕黑。整个圈子都说他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好男人，可偏偏是这个男人，在跟情人欢愉之后，双手缠上我的腰，竭力扮演一个好丈夫。冉熙，那一瞬，监控里的露骨画面快速在脑内闪回，我的胃部翻江倒海，侧身避开他的触碰，不舒服，改天吧。许行之温柔地替我掖好被角。冉熙不舒服，就不闹腾他了，明天找秦曼吧。想看他穿女仆装。昏黄灯光下，身侧的许行之自顾自玩起手机，我合着眼睛假装睡着，却听到他手机不停传来的震动声，眼泪突然决了堤。秦曼是许行之授课那所大学的研究生，进入他的公司也才3个月，不久前还和其他骨干来过我家吃饭。
我完全没察觉到两人的异常。过了一会，他好像睡着了，均匀的鼻息近在耳畔。我小心翼翼从他身边挪开，呆坐在黑暗里，任伤痛侵袭。我想起许行之写在新书上的那句话：没有天生的好人，只有被约束的文明者。我不完美，我知道人性本顽劣，但面对冉熙时，我献出至高无上的爱，爱让我克服所有人性的弱点。这是许行之在婚礼当天的开场白。直到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誓言只有在说出口的那一秒才作数，我的婚姻只有在镜头面前才光鲜，背地里却是破败不堪。这座10年时间铸成的以爱为名的城堡，早就岌岌可危，脑子里停不下来，干脆起身给自己倒了杯酒，坐到沙发上，再点开美术馆监控时，发现一片漆黑。要么是我的查看权限被删除了，要么是监控被关闭了。许行之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天快亮时，我回到床上，身边传来许行之的梦话：慢慢，好棒，再来一次。我用耳塞堵住耳朵，将一切隔绝在外。第二天醒来时，已经接近中午。意外的是，许行之竟然在家。一股异于平常的香气钻进鼻腔，酒味中药熬煮的醒酒汤，要小火慢炖3小时以上。许行之拿着汤勺冲我微笑：我看你昨晚喝了酒，给你补补身子。关了火，许行之解下围裙，亲手端到我脸前，腹腔中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又来了。我下意识捂住口鼻，摆了摆手，抑制住想吐的冲动，快速走到床边透口气。许行之拿着一份行程规划走过来：你不是一直想去挪威写生吗？这是我亲自参与定制的挪威之旅。冉熙，你空好时间，我们随时出发。话落，许行之的心声随即而来，慢慢说他解锁了新姿势，正好晚上陪冉熙，白天就和曼曼在酒店玩。我接过规划书的手微微一顿。挪威是我最爱的画家出生的地方，当时结婚蜜月地点选的就是这里。他曾经说过，这是我们爱情诞生和永恒的地方。可是现在，我成了他和情人的陪衬品。曾经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人，也在有一天变得面目全非，将自己的心和时间一半分我，一半折给别人。鼻子微酸，我没忍住红了眼眶。许行之神色一慌：冉熙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吗？你别哭，你一哭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他担心我的模样不是假的，他的眼里映着我的模样，可我在他的眼睛看到的不仅仅是我，还有秦曼。我闭了闭眼，缓缓勾起一抹笑容，随后把旅游计划书递给他：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太辛苦你了。许行之松了一口气，亲昵地摸了摸我的头：为老婆服务，天经地义。我轻笑了一声：许行之，你的演技真好啊。我轻声开口：抱歉，我有展走不开，你去吧。许行之的脸上多了些许的失落：冉熙不去了，那就不去了。可下一秒，微信铃一响，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喜。他关得很快，可我还是看到了对面发来的一张浴室办尸照。女人清纯的小脸上布着红晕，摆着高难度的姿势。许行之动摇了，这个小妖精，冉熙不去的话，正好好好疼她，让她3天也下不来床。心声落，许行之双手扶着我的肩膀：没事，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机会一起看世界。冉熙，我的公司临时有事。我内心的苦涩荡漾开，没机会了。许行之，我不奉陪了，去吧。突然的头晕伴随着身软无力，我窝在沙发上小憩。许行之出门前为我盖上他的大衣，又在我额头上落下了一吻，才急匆匆地往外面赶。那一瞬，
他的心声无处遁形。小妖精把我的火都勾起来了，今晚就在浴室狠狠。对了，冉熙喜欢吃西街的甜点，和小妖精办完事后，回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给他带一份。脚步声渐行渐远，我突然屏住气，肺部就像被巨石狠狠压住一般，闷得几近窒息。难为他出轨时都不忘记着我。可许行之，这就是你的爱吗？等我再醒来时，黑暗中只剩一丝窗外的月光。手机突然叮叮当当响起，我解锁屏幕，看到公司群里秦曼发了几张照片。点开的瞬间，我的呼吸一滞，心不受控制狂跳起来。秦曼穿着黑丝，露出修长的腿，与车标完美融合在一起。下一秒，那张照片就被撤回了。可我看得一清二楚，那是我的车，准确来说，是许行之10周年纪念日送我的礼物，全球限量的轻巧小跑，整个荆州恐怕就一辆。许行之的车送去保养，他就开走了我的，再没开回来过。原来是拿去讨好小情人了。我仰头看着这个大却空旷的房子，这个家我都不要了，一辆车又算什么？突然，许行之在群里改了群公告，默认所有人庆祝新项目落地。今晚唐朝聚餐，下班都不许走，今晚不醉不归。众人的拥护声迅速将那条撤回的消息掩盖掉。下一秒，我就接到许行之的电话：“老婆，晚上公司聚会，晚饭想吃什么？我叫人送回去。”我的胃又开始翻涌，我吃过了，强忍着不适，我直接拒绝许行之的好意：“那你照顾好自己，否则我会内疚的。爱你。”许行之隔着电话落下一吻，心声也随之而来：“冉熙最近好安静，他是不是看到了？”“不会的，我们结婚时说过，不能随意怀疑对方。”他似乎在心里松了一口气。我心一滞，匆忙挂掉电话，脑内突然闪现出秦曼穿黑丝的样子，还有他臣服在他黑丝下的样子。那天我在黑暗里兀自坐了很久，久到腿都有些酸胀，拿起钥匙和护肝药，决定亲自会会这个令许行之欲罢不能的妖精。出租车停在会所楼下时，那辆我发过朋友圈的轿跑就停在门口。秦曼似乎已经不避人了，找到许行之的包间并不难，601，他的生日。他有时候对数字有种近乎病态的偏执。走到门口，透过门上的玻璃，我看到里面的人正在做游戏。最刺激的传纸巾，只能用嘴，不能用手，否则喝酒。到了许行之和秦曼，有人故意将纸巾一把扯掉，两个人嘴唇碰到一起，秦曼腼腆一笑，下一秒，许行之扣住秦曼的后脑，深深吻了上去。包间里爆发出比音乐还震耳欲聋的尖叫声。许行之拿起话筒，眼里多了几丝欲望。曼曼，遇到你，我才知道爱和性是可以分开的。说完，他玩笑般补充一句：“做好保密工作，可不能被师娘知道了。”包间里又爆发出意味不明的笑声。许行之像是意犹未尽，当着众人的面将秦曼压在沙发上，手也伸了进去。那么多人，堂而皇之，原来爱和性是可以分开的，多么可笑啊！而这一屋子的公司骨干，我都认识，他们每一个都来我家吃过饭，当着面尊我为师母，背地里却是我老公出轨的见证者。我痛苦地咬住下唇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，勾勒出红色的月牙。转身离开的那一瞬，秦曼带着潮红的脸看向我，所有人都羡慕的婚姻，在他的眼神里颓然倒塌。出了会所的门，我踉跄着脚步，漫无目的地走，双脚就像被灌了铅一样，沉得举步维艰。空中忽下倾盆大雨，我却像失去知觉一样，
脚步不停，任由我淋成一个落汤鸡。我只想离他们越远越好，远到我能忘记10年前的那场大雨。许行之跪在我家楼下，哭着告诉我，他其实只是许家的私生子，他痛恨父亲出轨生下他，并发誓永远不要成为那样的人，求我给他一个永远在一起的机会。可如今，他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类人，他似乎早就忘了这一切。花花世界太多诱惑，他早就迷失了。秦曼刚到公司时只是个实习生，因为是许行之亲手带的研究生，所以一进公司就跟了最大的项目，1个月就转正。这放眼整个学术界也绝无仅有。现在想想，一切都有迹可循，他们俩的奸情恐怕早就不是圈子里的秘密了。被蒙在鼓里的只有我一人。手机弹出几条提示音，秦曼2个字伴随着水字刺痛我的双眼。我打开对话框，发现他发的全都是几分钟以上的视频。我随便点开一条，许行之压抑在喉间的低吼声随之传来：曼曼，抓紧我，曼曼，真想一直要你，你个小妖精。画面里2具交缠的躯体，秦曼水蛇腰纹着的0601更像是一根针刺进我眼睛里。我颤抖着退出观看，整个人都快站立不住。行之说离不开我，他爱死我了，连个孩子都怀不上，凭什么占着许太太的位置？季冉熙，如果一个男人对你的身体没有欲望，他对你的爱还剩几分呢？我再无半点力气行走，瓢泼大雨几乎将我淹没。突然视线里一片刺眼的白，尖锐的刹车声刺穿耳膜，接着身体猛地一震，世界天旋地转，小腹处传来一阵剧痛，有温热的液体缓缓流出。我摸了一下，满是猩红，下意识打给许行之。刚接通，便听到传来许行之有节奏的呼吸声，还有秦曼暧昧的喘息。冉熙，公司有急事，我一会儿打给你。秦曼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等完事后再警告他，不能挑衅冉熙。电话被1秒掐断，我心里涌上一股可悲。可悲的是，难为他在和别的女人恩爱时，还将心分给了我1分。可是1分的心我不要。失去意识前，我的耳边只剩路人的尖叫。再醒来时，病床前围了一圈医生，还有路人在拍照。您刚流产，需要好好休息，千万别再伤了心神。我竟然怀孕了，怪不得最近总是想吐，无力，食不下咽。可我无辜的孩子，最终连太阳都没见过。恨意占据所有思考，强忍着疼痛离开医院。我将家里的个人物品迅速处理掉，该卖的卖，该捐的捐。提前拟好的离婚协议书放在最明显的桌上，注销了所有社交账号，装好行李，改签了最早的机票。出门时，许行之的电话抢先到达：冉熙，我手机同步了你的航班信息，你要出国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几分紧张，很快又被身旁的女生压过。哥哥，我洗好了，你。下一瞬，我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巴掌声，秦曼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许行之低声解释：老婆，刚刚是老王的妹妹洗好了水果，叫我们去吃。你先上飞机，我晚点处理好工作就来找你。刚刚给了曼曼1巴掌，小妖精可怜巴巴的样子。操，又响了，先把她哄好了再去找。我没说话，将电话挂断。挂断前，我隐约又听到许行之的心声，伴随着电流的滋啦音，听不清字眼，无所谓，反正我也要走了。在机场把秦曼和我的聊天记录转发给许行之后，我拔掉手机卡，注销了微信，踏上离开的航班。许行之，天涯海角，天南地北，此生再不相见。
许行之回到家是3天后，监控 App 提示我时，我已经在冰岛裹着毯子烤火了。点开后发现许行之那张纵欲过后的脸，宛如老了10岁。冉熙，冉熙，他下意识呼唤几遍我的名字，接着换下外衣。还没回来吗？许行之拿出手机，像是要给我打电话。突然他注意到客厅墙上那幅我为他画的自画像不见了。对着空白墙壁挠头的许行之终于意识到一丝不对，他拿出手机开始拨我的号码，然而回应他的只剩机械的提示音。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。许行之慌了，那张经年沉稳的脸第一次有了扭曲。不对，怎么会是空号？是不是我存错了？我的手机号他倒背如流，于是他认真的一个一个在屏幕上戳，按到最后一位时，许行之提了口气，回应他的依旧是空号提示音。许行之身子一颤，险些跌坐在地上。他又打开微信，置顶的第一个人备注是此生挚爱，头像已经灰了，对话框上几个小红点是我转发的秦曼拍的亲密视频。他一点开瞬间炸了，许行之愤怒地戳着屏幕点删除，最后干脆气得将手机砸向一旁，又急躁地胡乱抓着头发。季冉熙，你去哪了？别开这种玩笑，这不好玩。高声怒吼后，许行之像是强迫自己冷静，并快速在家里扫荡一圈。当他发现我的东西全部都消失时，他彻底泄了气，如同一只瘪掉的气球，在衣柜前喃喃自语：冉熙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怎么能这么决绝地离开我？他突然大哭起来，一如10年前在我家楼下，哭着说他不要成为出轨的爸爸。耳边又传来电流声，随后渐渐消失。我知道那是许行之的心声，连同我对他的爱意一起消失在了这个世界。许行之那天发疯般走到楼下，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可当他看到桌上的离婚协议书，发现我早已签好字后，他彻底愤怒了。季冉熙，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，就算你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我了解许行之，就如同了解自己一样。他先是拨打了我爸妈的电话，我提前打了预防针，并且嘱咐不要联系，所以他打了几遍就作罢了。然后他开始打电话问邻居和物业保安。我走的时候天是亮着的，确实有目击者。邻居描述的绘声绘色，你老婆那么瘦削，拎着行李箱走得飞快，我当时还以为又出去写生了呢，也没细问。邻居明显嗅到一丝八卦的味道。怎么了？吵架了？许行之依旧顾及着自己的颜面，只含糊答道：小矛盾，哄哄就好。物业明显比邻居看到更多情况。季小姐拉走那些物品是登过记的，好几个卡车进来都是我放行的。许行之像是想到什么，突然疯了似的冲了出去。我在极光下为自己冲了杯咖啡，打开美术馆的监控时，许行之果然在。他面对着空旷的展厅，突然双膝跪地，痛哭流涕。这个美术馆是他表白成功后送给我的，比我们的婚姻存在的时间还要长。之前存放的都是我多年来的心血，多少钱都不卖的佳作，有很多都是他给我的灵感完成的。我视若珍宝的作品，如今全都乘车送去了拍卖行。他们就跟我的婚姻一样，被我抛弃在遥远的国度。许行之明显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他痛苦的双手垂地。冉熙，都是我的错，可我是爱你的呀，我只不过管不住下半身，我的心全在你身上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痛快地离开我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许行之跪着哭了很久很久，久到外面天色将暗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闯了进来。秦曼踩着恨天高，被许行之吓坏了，
蹲下半个身子，哆嗦着要扶他起来。行之，这是好事啊，我们终于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，我们结婚吧。我绝会是比他更有资格的许太太。行之，你看看我呀。许行之那张涕泪横流的脸，看到秦曼时骤然变幻。他一把推开秦曼，都是你，为什么要给冉熙发那种视频？你看不出我只是跟你玩玩吗？我怎么会爱你？我只爱冉熙，没了他我会死啊！说完，许行之继续痛哭，只剩秦曼茫然地看着地上的男人。什么只是玩玩？你不是说你恨不得每天都见到我吗？许行之，你敢耍我？信不信我让你身败名裂？秦曼说的斩钉截铁，仿佛下一秒他就要当场毁了许行之。然而，带着我名字的热搜先一步抵达，各大手机争相推送。模范先生许行之的妻子流产就诊视频被公开，目前二人失联，疑似陪妻子休养退圈。我没想到车祸现场被人全程跟拍了，监控里许行之跟我同样被推送了那条热搜。他缓缓点开，只见瓢泼大雨里，我被外卖员的电动车撞飞后，趴在地上打了个电话。视频里隐约还能听到我叫了他的名字。许行之终于意识到，他跟秦曼翻云覆雨时，我差点死在外面，而那个救命电话被他亲手挂断了。拍摄的人也是送我去医院的人。由于事情太过突然，肇事者没有拍清楚，他举起手机拍摄，声称保护自己，所以直到我宣告流产被推出手术室，都被他记录了下来。大家请看，许太太的孩子就这么没了，真可惜呀，都6周了。许行之的身子猛然一颤，孩子，那是我们的孩子。病床上我苍白的脸一闪而过，记录者还在不停惋惜，出了车祸又失去孩子，许太太太惨了。可许先生又在哪里呢？那时候许行之应该在秦曼的床上酣睡，全然不知我在鬼门关走了一趟。许行之瘫在地上，像一具失去力量的尸体，手却高高扬起，画面停留在我躺着的那一帧。冉熙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好后悔呀！我要是知道你出了事，我一定会去救你的。我们的孩子就这么没了，他才6周啊！许行之一直想要个孩子，我身子弱，没怀上。许行之安慰我说，缘分未到，现在看来是他没有这个福分，这个孩子没能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对他最好的结局。此视频被拍摄者发到网上后，霸榜热搜一整天，网友们各种声音如约而至。我看许太太状态不对啊，大半夜的一个人在路上，肯定是有心事。我特别能共情她，我产后抑郁的时候跟她一模一样。也有网友对许行之发出质疑，许教授书里总说他对太太无微不至，怎么还没出来发声？对呀，许太太状况如何？大家都很担心啊。我原本不想理会，继续享受极光之美，却被一个 ID 叫曼万最棒的网友吸引了目光。什么贤良淑德、岁月静好，全是装的。什么低调有才华的画家，不就是个美术院学生吗？你们还跟女神似的捧着，这样的人央美一抓一大把。不知是秦曼故意不伪装，还是有意为之，想刺激我。他的言论瞬间引爆网友众怒，秦曼直接在线开启嘴战，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我一边录屏发给律师，让他调取信息起诉，一边给传媒公司的同学打电话，我要所有营销号的邮箱。大挂3分钟后，营销号邮箱里都是秦曼和许行之出轨的视频。视频一经发出，迅速燃爆整个网络。即便各个社区审核已经光速下架那些不适合公开的部分，还是被手速快的网友保存下来，
并打包整理成禽兽出轨合集，在网上扩散。模范丈夫许行之的人设崩塌，名誉毁于一旦。激愤之下的网友开启直播，将他的成名作以及新书当街烧毁，声称不看这种禽兽写出来的垃圾，虚伪至极。更多网友在为我声讨，倒了几辈子霉，嫁个斯文败类，还折上一个孩子啊！当初有多羡慕，现在就有多心疼。许太太，你还好吗？禽兽不如的东西，借老婆营销深情人设，真是吐了。有眼尖的网友跳出来指出，这个小三是谁呀？3分钟，我要知道他全部信息，害得许太太这么惨，他可不能每每隐身。网友们的行动力很恐怖，没多一会，秦曼的个人信息就被扒出来了，甚至有人发现，刚才污蔑我的曼曼很棒就是其本人。网络上瞬间又炸了锅，一边是讨伐渣男的，一边是骂小三的，还有一些人试图打听我的消息。于是监控里许行之接到电话时，我一点不觉得意外。他举着日常为我拍摄的视频，将烈酒一口口往肚子里灌。冉熙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，你知道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好想他，只要他能回来，我做什么都行。话筒里的人似乎在说他疯了。许行之猛灌了一口酒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就是疯了，失去最爱的人你也会疯的，你懂吗？电话那边直接吓得挂了。许行之将我的视频反复播放，后来一边喝酒一边哭出声，直到秦曼闯进我家，泄愤似的一巴掌将他打醒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想死别拉上我，我还没毕业。许行之视线茫然扫过去，丝毫没有停留，继续朝自己灌酒。秦曼更来劲了，说话呀，现在怎么办？视频都被公开了。他举着播放的视频到许行之眼前，许行之像是突然懂得我看到这些视频时候的心情，泪如雨下。冉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看到这些又是什么滋味？我怎么还敢奢求你原谅呢？我真是混蛋，我真是卑鄙无耻。许行之奋力用拳头捶着自己头颅，秦曼显然没见过这阵势，被吓得嘴都在哆嗦。行之，你别这样，只要冉熙出面说视频是合成的，这事就能掩盖过去。听到我名字后，许行之陡然抬头。冉熙，凭什么替我们俩的错误买单？还有你，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家事指指点点？滚出去！秦曼扶着许行之的手一致，缓缓松了力道。行之，你怎么对我这个态度？我也是为你好啊！还有你之前答应我不会辜负我。许行之不耐烦地拿起酒瓶，用力砸到墙上。秦曼吓得连声尖叫，她缓缓转过头，看着失态的女人，眼里没有半点疼惜。一个快被玩烂的玩具，要什么名分？你除了这副皮囊还有什么？你连冉熙的一根头发丝都赶不上。我爱他，爱到可以为了他命都不要。下了床我看到你只会烦，懂了吗？秦曼的反应像是懂了，我看到他眼底迅速燃烧起来的恨意，然后他缓缓举起手机，打开和我的对话框，最下面显示我注销前回复他的最后一句话：转告许行之，他跟他爸一模一样。秦曼虽不懂什么意思，他看到许行之目眦欲裂的眼睛时，他知道自己猜对了。下一秒，许行之迅速起身，抓着秦曼的头向墙壁撞去，1下、2下、3下，叫你不守妇道，知道我有家室还勾引我，我为人师长却被你迷惑心智，你跟我一样该死。如果不认识你，我怎么会背叛冉熙？秦曼翻着白眼，直接昏了过去。许行之不甘心，在他的身体上连踹了数脚。冉熙本不该吃这么多苦头，是你害的。他突然将那些烈酒全部开瓶，
然后在屋子里撒，从1楼撒向2楼，将我们的家用酒精全部浸湿。最后回到阳台上，许行之双手撑开，左手丢掉空瓶子，右手的打火机带着火舌落在地板上，火势迅速蔓延开来。在熊熊烈火中，许行之纵身一跃：“对不起，冉熙，如果你能原谅我，我愿意将命抵给你，我真的爱你。”几分钟后，消防队抵达现场，火警是我报的。即便已经第一时间报警，秦曼被抬出去时，全身大面积烧伤，而我倾心付出10年的家，在一场大火后几乎成为灰烬，跟我的婚姻一样不复存在。许行之被搜救队抬上担架时还有一口气。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是从警察的口中。彼时我站在挪威吕瑟峡湾口，支着画架，看到国内的号码时，已经猜到是公务人员。警察说许行之没有死，但是双腿再也无法站立，至今还在昏迷中。秦曼醒了，但身上多处烧伤，脸也被毁了容。他最引以为傲的资本都被许行之毁了。2个人相继被学校开除，公司也面临着审查，如果有其他问题，将立即被关闭。比我还要受震撼的是广大网友。亲密视频的事情后，大家都在等着正主澄清，无非是律师函警告，或者干脆说是合成视频。这种公关案例数都数不过来。由于关注程度和舆论影响巨大，警方不得不出具媒体声明，试图将影响最小化。网友们得知许行之放火烧家，还差点烧死小三后，发动了更为疯狂的抵制行动。第一天，许行之的作品被集中在市郊区统一烧毁，全程在线直播。那些许行之引以为傲的心血，全部化为灰烬。第2天，学校发表声明，对许秦2人的处分，并收回之前公布职称和荣誉。许行之一夜之间从学术大佬跌为无业游民，全民欢呼雀跃，称这样的人渣不配教书育人。第3天，许家的家底被扒了出来，许行之父亲当年出轨行为鲜有人知，被做成30页 PPT， 每一页都有一个出轨对象。大家对知识分子的滤镜彻底碎裂。有网友戏称出轨是刻在基因里的卑劣，这句话一度成为当年互联网金句。急着连夜前往许家想要采访，却发现原本豪华热闹的宅院空荡荡，许家举家搬迁，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第4天，许行之的公司被有关部门查封，停止一切项目。第5天，我接到许行之律师的电话：“季小姐，我的当事人同意离婚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您能跟他见一面。他现在被关押着，您是绝对安全的。”我1秒都没有犹豫，我不想见，即便他因为悔恨跳了楼，不惜以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他错了，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对我所做的一切，而我的人生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5年后，艺术家季希的世界巡展新生全面展开，第1站就是家乡的荆州，门票在各大1秒售空，更是被黄牛炒出天价。策展人给我打电话时，声音都在抖：“我们还没开始线上宣传呢，怎么就火成这样？”希姐，我压力太大了，救命啊！我微微一笑，我是季冉熙，也是季希。3年前那场婚变后，我改了名，起因是我初次抵达挪威看极光的那晚，森林里的小溪倒映着璀璨，溪水缓缓流动着。那一刻，我竟然有了开启新生的勇气。我愿我的梦想以及自信也能如同小溪一般川流不息，所以改了名字，继续自己的艺术之梦。我也没想到我的作品
能被大众所喜欢。起初发在社交媒体，只得到了圈内一些鉴赏家的夸赞，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办巡展是去年才有的心思，很有网友给我留言，说我的作品总能让他们感受到力量。我很开心，这种自发的能量能够通过作品传达出去。找经理人、联系策展人，几乎是光速完成。真正脚踩荆州大地时，心里难免有几分忐忑。5年没回来了，这个曾经带给我无数伤痛的城市，似乎也没怎么变，只是车辆更多，人们的面孔更加疲累，大家似乎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步履匆匆。出了机场等车时，还是被人认了出来。这是不是季冉熙？他回来了。那人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拍照。我将围巾戴上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脸部被拍了几张，周围开始聚集人群，我只好小跑着离开现场，直到抵达另一条主干道，才拦住路过的出租车。抵达酒店时，一颗心还砰砰直跳，没想到这么久了，还有人记得我。从酒店洗完澡，头发还没吹干，就收到经理人的电话：希姐，你快看看热搜，你被曝光了。我急忙打开手机，发现机场被拍的照片 po 了上去，标题醒目且令人想入非非。季冉熙5年首次露面，许行之刑满，二人是否复合？我将那行字又读了一遍，原来他也出狱了。这莫名的巧合硬被捏在一起，立即引发了热论。希姐，要不要找人撤下来？谁要跟那种人渣扯上关系啊？我摇摇头，无所谓，让法务举报不实信息就好。越是捂嘴，就越会失控，不如放着。果然，2小时后，热度直线下降，转而爆了的是我的画展新生。我的身份被人扒出，季熙就是季冉熙，人家是回来办画展的，义父们跪求1张门票。我死之前就想看一眼季姐的新生啊！我的热度再次上涨。久久未详后，策展人找我提点子：希姐，要不开个全国巡展吧？趁着热度这么高，我当场就拒绝了。我更希望我的作品被真正喜爱的人欣赏，而不是一时的跟风。画展开展首日，画廊前几条主干道水泄不通，没有门票的人都来凑热闹。我在休息室准备开场语时，门被打开，紧接着轮椅上坐着的人笑着跟我打招呼：冉熙，你回来了。我回头看见许行之空荡荡的裤管，还有那张苍老了不止10岁的脸。曾经高傲博学多金的天才教授，如今操磨得像流浪在外了许久，完全无法同5年前那张脸重合在一起。我努力扯了扯嘴角，许行之局促着不敢向我靠近。这么多年，你还好吗？我的视线落在一旁的立牌还有装饰上。很好，如你所见。许行之的眼眶红了一圈，他吸了吸鼻子。我举起右手，无名指上那颗硕大的钻石发着夺目的光，真的很好。有了新的家，许行之像是明白了一切，点点头，转动轮椅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经理人在门外看到全程，不解地问我：直接拒绝就好，何必？他指的是我的戒指。我笑了笑，随着他前往展厅。其实离婚之后，我就一心扑在艺术上。许行之让我明白，爱是存在的，只是真心瞬息万变。这枚戒指是拒绝异性表白最好的工具。我了解许行之，不让他的心死透，他是不会放弃的。而我再也不想跟他有牵扯。我缓步站好，伸手推开通往展厅的大门，属于我的未来就在眼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